Hello，大家好，我是达呼。今天的影片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Get Ready with Me。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拍这种化妆的影片了，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我们先来上遮瑕，今天用的遮瑕呢是 Excel 的这个3色遮瑕膏，然后它其实是我被一个IG 的美妆烧到的，他其实也还没有 po 什么文，他就是在现实动态打，如果是遮瑕膏的话，他推荐 Excel 的这一盘，他有说介绍他的贴文，要再等他一下，但是我就真的是脑波很弱，我就冲去屈臣氏买了。我自己觉得它这个橘色很好用，但它这个刷子就是堪用。如果有自己的遮瑕刷，还是用自己的遮瑕刷。我其实上到最后都是用手了，就是我直接用手这样子，然后就点在眼睛上。就我基本上不会用这个遮瑕刷，因为这个遮瑕刷它还蛮刺的，然后大家看到它其实刷毛还蛮短的，所以如果你有时候这样子上一上，这边的它的这个头的部分就会一直戳到你的眼下，就是我觉得还蛮不舒服的。我先用橘色，然后会直接点在眼下。抱歉大家，因为我刚起床。所以我的声音就是有一点烧香，然后它这个橘色不会说到很过橘，就是它有一点点皮肤色的颜色在里面，就是单用这个也不会觉得很突兀。然后这个遮瑕膏，你说它润，我觉得它也不润，但是它就不干，这个是就是单用橘色遮的效果，我觉得真的很好了。但是这一盘它有一个问题，它这个浅色啊，在偏白肌的肤色上，我觉得没有到可以用来提亮，所以我自己用完这一盘之后，我就还是得要再用一个浅色的遮瑕膏去提亮它。但是我觉得这一盘的遮瑕，真的很棒，而且这一盘在开价里面算是还蛮好的遮瑕膏，因为有出这种3色遮瑕的，就是 CanMake 的嘛。然后这一盘它的价钱570，我在买的时候店员就有跟我讲说，哦，这一盘它就是没有打折的，你可以接受吗？我说可以。但是这一盘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如果你妆前的保养没有吸收的话，你直接上在眼下，它会有一点点结块。但是因为像我今天眼霜啊、乳液全部都吸收了，然后它就是真的很服帖。这个就是2只眼睛用橘色遮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很厉害？我真的觉得这一盘很厉害。然后它遮瑕度也是可以叠加的，但用这个浅色的遮瑕，深色的这个我几乎用不太到，但如果有痘疤什么的就还是可以用，稍微盖过刚刚的橘色的颜色。我自己是眼下偏干的人，就是用这一盘给我的感觉，它不滋润，但是它也不会让我的眼下很干，然后会有点斑驳的感觉，就我觉得它上去的妆感还蛮好的，就很服帖。它的遮瑕力真的有到中上，尤其是它那个中间橘色的颜色，我真的觉得调得很好。如果大家有在找开价的遮瑕膏，就可以试试看它。底妆呢，用到的是魅点的这个 BB 霜，这个 BB 霜大家有看 Kitty 的影片就知道，它在那个开价300元以内的好物分享里面，它有分享到这个 BB 霜，然后之前其实我就有一点点被烧到，但是因为我想说 BB 霜不是还蛮容易长痘痘的嘛，所以我一直不敢下手。某一天在滑迪卡的时候，我又看到有一个网友他又分享这一款 BB 霜，很多人留言都说这个真的很好用，但是它这个里面有加矿物油，所以如果是比较容易长痘痘的肌肤的话，就是再斟酌一下，是还蛮油肌的话，偏油肌这一款就先不要，因为这一款上去它会还蛮黏的。我的色号是1号色，推开的质地就是很滋润的那一种，我自己也都是直接用手推开。这一款它真的很适合平常没有什么重要活动的时候可以用的一款粉底。然后这一款 BB 霜它还蛮特别的是，它好像有添加什么
石榴花的香味。我这个 BB 霜跟 Essel 的这个遮瑕膏是一起去屈臣氏买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店员还蛮好笑的，就是他很贴心诶。我在买那个 Essel 的遮瑕膏的时候，他说这个没有打折，你可以接受吗？我说可以。他说这一款 BB 霜它里面有添加一个什么石榴花的香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你要不要试试看别款 BB 霜？我就说哦没关系。然后它的味道其实也不会说到很臭，我觉得就是很一般粉底液里面会有的味道，我也不会觉得很臭什么的。这礼拜去做脸，所以就是有一些痘痘脱皮，然后这个就是结痂的地方就还没剥落，但它上在我脸上也是很服帖，然后妆感真的很自然，就你们看这两边的差异，它基本上就是帮你均匀肤色，然后一点点遮瑕的效果。这一款我自己觉得真的很适合学生用，它的遮瑕度没有很高。你们看我这边的脸上的血丝啊、痘疤，其实基本上都没有遮掉。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很自然的。其实我不太建议，如果你还是学生的话，把很多钱花在化妆品上面。我觉得有一个好的肌肤比较重要。像我自己可能国中就开始保养了，然后那时候就是可能擦个化妆水啊、乳液。那时候我完全没有在化妆，但是我知道现在的学生为什么讲我好像我很老一样？但是我知道现在的学生大家基本上都会开始化妆了，有些人可能就会忽略了保养，但是我觉得保养比化妆还要更重要。给你们看一下，它会粘头发，看，它是真的还蛮黏的那种，所以我自己用完这一款 BB 霜是一定还会再定妆的，因为现在戴口罩的天气，然后又用这种黏黏的粉底液，你不定妆真的是很不舒服。它就是就算你定妆，你口罩上还是会有粉底液的痕迹。整脸上完的妆感是这样子，就是带有一点点光泽感，但又不会说到很嚣张的那一种，然后就真的很自然。如果你是喜欢那种遮瑕力很强的粉底液的话，这一款一定就是完全不适合你，因为它真的很清透。遮瑕液用 Catrice 的这个遮瑕液，这个遮瑕液已经被我用到一半，真的有在爱的。稍微提亮一下眼下，我不应该先点的，但是大家这样应该也看得出来差异。这边眼下的提亮是没有办法用刚刚那一盘遮瑕膏去完成的，一定还是得要再用自己的一个比较浅色的遮瑕液去提亮。接下来全脸的定妆一样用 Etude House 的这个蜜粉，然后搭配的刷具是 Salon 的这个，它的看一下哦，F05，它是打亮刷，也是被 Katie 的影片烧到的。然后它上起来不会觉得很刺，但是它感觉得出来没有那么的柔软。就如果大家用过一些比较柔软的刷具的话，是好用的刷具，然后 CP 值也很高。这一支好像200块、300块吧。这一支刷，因为它真的很弹。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蜜粉要跟大家分享，非常非常红的蜜粉，就是搭配它自己出的这个亮泽款的蜜粉。它出了雾面跟光泽的嘛，那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光泽的东西，所以我就是买了光泽的。然后它的包装虽然说不是我的菜，但是它的包装都是你拿到会觉得很有质感、很漂亮的东西。然后它这个 logo 啊，它是直接镶在盖子上，它整个包装都做得很日系的感觉。然后其实说真的，搭配的蜜粉我真的觉得很漂亮，但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很适合用它的方法，必须还要再研究一下。所以今天呢，还是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妆感，因为真的已经很多人拍过搭配的蜜粉的什么评比影片啊什么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别人的影片。它的粉是有一点点肤色的，上在这边给你们看，你们有看到吗？就是不像一般的打亮那么的嚣张，它就是很自然的那一种给你肌肤光泽感。然后我会还不知道怎么使用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不是打亮，它是蜜粉，所以就让我很犹豫说到底要怎么样使用它才会被称为蜜粉。因为它这个筛网啊，就是做的很密，所以沾取的时候就要压的比较大力一点。
打亮的部分呢 ，ZA 他们最近就是出了一系列很可爱包装的腮红，然后他们有出这个打亮，这个包装很可爱。然后它的这个质地啊，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很滑顺。它是霜，它很滑顺，但是不会像那种有一些腮红霜会有一点点黏黏的感觉。上在脸上很漂亮哦，给你们看，它上在脸上就是水光感的感觉。这个打亮我觉得很漂亮，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不太适合肤色比较健康的，因为它的颜色偏白，但是有一点珠光的打亮。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眼距还蛮近的，然后 ZA 的这一颗啊，就是你把它打在眼头这个位置，很漂亮。这边就会感觉比这边还要更深邃一点点。我是不知道这样是对我的眼距近有没有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打在眼头这边就很漂亮。因为我自己是没有什么鼻梁的人，就是我的鼻梁这边是凹下去的，所以如果打亮打在这边的话，就会让这边的五官看起来更深邃一点点，有吧？这一颗打在眼头真的很漂亮。腮红的部分呢，我没有买新的，所以我就是选了一颗开价然后很便宜，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腮红，就是 Catrice 的这个立体光影腮红，然后这个色号是010，应该就是10号吧。其实之前很久很久以前的 Get Ready With Me 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但是那时候影片还没有什么人看，所以我就又再把它拿出来了。然后它真的是你上完之后会觉得它很好看的一颗腮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喜欢这种很红的腮红的话，这一颗一定要试试看，因为它很便宜嘛，所以有时候我出去就是可能有需要在学校化妆，然后出去玩，我会想要选一颗真的如果摔碎不会心痛的腮红的话，我就都会带它，但是它都没有碎，就我觉得很棒。但是它的这个包装已经很合不紧了，还是很显色的腮红。拍毕业照什么的，我也都是画它，就是它上镜，因为它很显色，所以也很上镜。然后这一颗腮红，它里面也是有一点点珠光的。今天的唇膏呢，用的一样也是大配的，不能没有唇膏。它的名字好像是这样，我的色号是 Friend， 我是跟刚刚那个蜜粉一起买的，就为了要凑免运而买的。然后我就是上网看了还蛮多人的试色，最后就选了这个色号，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颜色。这个唇膏啊，我觉得很好用比起蜜粉，我觉得它的唇膏更让我惊艳。因为它的唇膏虽然是雾面，但是上去完全不干，完全不干哦。然后它的滋润也不是说会让你嘴巴会变黏的那种滋润。它的颜色就是一个蜜桃色。如果大家有用过一些比较干的韩系唇膏的话，像是 BBIA， 我用 BBIA 的唇膏完全没有办法很顺的这样来回涂，因为它真的太干了。但是像大配的这个，它的唇膏啊，就是你完全有办法来回涂，然后你的嘴唇也不会说拉扯。就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地方在这里，真的完全不会干，它是会沾染的。然后也不会染唇，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真的很不适合唇膏擦满整个嘴唇，就因为我嘴唇太厚了，擦完整个嘴唇就会很显老。刚刚稍微把外圈擦掉一点，这样就好很多了。如果大家嘴巴也是很厚的话，我一律建议的画唇膏的方法就是擦咬唇妆。因为自从我开始画口红之后，我就意识到我自己的嘴巴真的很厚，擦一些很高饱和度的唇彩的时候，就会很像可能蜜蜂叮到嘴唇一样，像刚刚一样超级厚。这个颜色我觉得也很适合当成打底色。大家又回来了。就我昨天去剪头发，然后我发现我的头发被乱剪，你们看这边，然后跟这边的长度完全不一样，
天哪，算了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啦，谢谢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那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